国际形势正在逐渐走向单边化。冷战以后，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提法叫做“一超五强”。现在我们看到，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，联合国的作用呢，逐渐在被削弱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联合国的前身呢是国联。国联因为没有能够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，随着这个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西班牙退出国联，二次大战如期爆发了。国联其实还有一个前身，叫做各国议会联盟。100多年来，人类一直在希望能够阻止战争，让各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一个协商的管道来解决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之间的冲突。这个愿望是美好的，但始终没有人办得到。各国议会联盟呢，它是一个源头，它其实最想阻止的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。那么到了国联，就希望能够在一战的基础上，人类能够铭记住战争给我们带来的苦难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，能不能有一个坐下来协商的这么一个机会，不要动不动就开战，导致人口的损失，各国经济上的负担。我们知道，倡议国联的美国其实并没有加入国联。那么到了二战之后，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几大国家能够坐下来，当时他们很有信心，觉得可以满足这个愿望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，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是吧？可以把国家与国家之间、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够坐下来，能够求同存异。当时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战胜国，其实事后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，当年的中华民国已经退出了联合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它，成为理事国之一。那么又过了20年，苏联解体了，俄罗斯作为它的主要继承国家，继承了它的常务理事会的理事位置。那么发展到今天，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向联合国派驻大使。前面至少有10几年，我们一直看到美国在要求联合国要进行改变，如果你们不进行改变，我们就不再交纳高昂的会费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10几年，其实美国是拖欠会费最高的一个国家。那么他希望利用经济这条杠杆来撬动联合国的改革。事实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个成效不大。所以美国接二连三的退出了联合国的一些机构，你比如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，
美国已经是第3次退出了。那么今年他又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笑话，压制国内人权的，那么甚至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主席。那么他们在制定一些规则，这就很奇妙了。联合国逐渐失去它的作用。我们看到了联合国法院发出的判决，没有国家执行。相关国家在见到联合国国际法院下发的裁定之后，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儿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联合国成立70多年以来，它付出了很多，在地区性争议的问题上，他们其实解决了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也看到了，在联合国各项维和活动中，牺牲了很多各国的志士，他们的牺牲是不是值得，在各个国家之间其实是有争议。因为联合国出于它庞大的机构以及论证的各项规则，所以它事实上并没有阻止种族之间的一些灾难。我们知道，在非洲曾经出现过100万人以上的因为种族歧视而导致的屠杀，在欧洲也出现了这些问题。联合国一直说要改革，世界主要国家对它其实都不满。那么从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变化的开始。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，美国目前的政策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出现。联合国已经不再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光辉了。它还能维持多久？没有人能猜得到。但是二战以后形成的这个国际架构正在被不断的挑战。今后的1-2年，是联合国能不能继续存在，国际社会中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框架来替代联合国的关键时期。很遗憾，我们现在忽然发现，中国其实有可能是联合国崩盘的一个主要的推手。因为在现有的框架之内，联合国不能完全通过自身来调节这个问题。一旦中美之间的对峙形成全方位的，那么联合国作为一个沟通的管道，它必将失去自己的作用。